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对，就是你。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。会议室里，新上任的赵总站在投影屏幕前，手指着我，声音大的整个楼层都能听见。我正端着那杯泡了3遍的铁观音，愣在原地。周围40多个同事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，有震惊，有同情，还有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，眼里写满了不可置信。收拾东西，马上走。赵凯又补了一句，语气里带着初来乍到的狠劲儿。我放下茶杯，站起身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等等！赵凯突然叫住我，嘴角勾起一丝讽刺的笑。林晨是吧？你在公司待了6年，总得让大家知道，你这6年到底负责什么工作吧？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鸣声。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明天你就知道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看见财务李姐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清晨7点10分，我像往常一样刷卡进入公司。这是位于城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，我们公司占了整整第12层。透过落地窗能看到早高峰的车流，像一条缓慢蠕动的长龙。我的工位在最靠里的角落，紧挨着消防通道的门。这个位置是6年前我主动选的，安静，不被打扰，正适合我这种不爱说话的人。林哥，又是第一个到啊！保洁阿姨推着清洁车经过，笑着跟我打招呼。习惯了，我点点头，打开电脑，开始烧水。桌上那个304不锈钢保温杯已经用了5年，杯身上的商标早就磨掉了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包铁观音，这是超市促销时买的，一包30块钱，能喝1个月。水烧开，茶叶在杯子里翻滚，慢慢舒展开来。我端着杯子坐下，打开邮箱。第一封邮件来自华泰集团的王总监：小林，上个月的订单我们很满意，下个月的采购计划已经发你了。还是老规矩，你先看看有什么问题。我点开附件，一份详细的采购清单，总金额300万。这是华泰集团今年最大的一笔订单，也是我们公司第2季度的业绩支柱。我仔细核对每一个产品型号、数量、交付时间。这些数字在别人眼里也许只是冰冷的表格，但对我来说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6年来一点一滴积累的信任。林晨，帮我看看这个客户的资料。业务部的小张探过头来，递给我一份文件。我接过来扫了一眼，这家公司去年有过一次合作，当时是因为交付延期，他们投诉过。你跟进的时候注意承诺交期，宁可多留2天余地。好的好的，多亏你记性好。小张感激地笑笑。对了，今天新总经理要来，听说挺厉害的。我应了一声，继续回复邮件。办公室陆续热闹起来。8点半，大部分同事都到齐了，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讨论着即将上任的新总经理。听说是名校 MBA， 在外企待过的，据说特别年轻，才35岁。老板这次下血本了，肯定是想把公司做大。我没参与这些讨论，只是默默地处理着手头的工作。华泰集团的王总监又发来一条消息：小林，这次的货能不能提前3天？我们这边项目赶得急。
我立刻打电话给生产部的老李，李哥，华泰那个单子能不能往前赶3天？小林啊，你知道现在排产多紧张，提前3天。老李为难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但华泰是老客户了，这次他们确实急。要不这样，我请你和兄弟们吃顿饭。”我商量着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行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但你得保证，这个月不能再有其他单子要求提前了。一定一定，谢谢李哥。挂了电话，我给王总监回复：王总，没问题，可以提前3天。还是你靠谱。王总监秒回，后面跟着一个大拇指的表情。这样的对话，6年来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。我不是公司业绩最好的业务员，也不是最会说话的那个，但我手里的几个老客户从来没出过问题。9点半，行政部的小刘在群里发通知，各部门注意，10点整，会议室全员集合，新任赵总要跟大家见面。办公室里又是一阵骚动，女同事们开始补妆，男同事们整理着领带。我看了看自己的格子衬衫和黑色休闲裤，这已经是我最正式的打扮了。林晨，你不紧张吗？坐在对面的小陈问我。紧张什么？新官上任3把火，万一要裁员呢？我笑了笑，那就裁呗。小陈撇撇嘴，大概觉得我这人没心没肺。其实不是我不紧张，而是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低调。公司开会，我永远坐在最后一排；聚餐活动，我总是找借口推掉；就连年会抽奖，我都从来不参加。不是我孤僻，只是我知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。10点整，会议室的门打开了，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深蓝色西装的男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脚上是锃亮的皮鞋。他看起来很年轻，眼神锐利，走路带着风。这就是新来的赵总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凯。他站在讲台上，声音洪亮。从今天起，我将担任公司的总经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把公司推向新的高度。热烈的掌声响起。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，象征性地拍了几下手。赵凯打开投影，上面是一份精美的 PPT。他讲得头头是道，什么降本增效，什么优化结构，什么数字化转型，每一个词都很时髦，每一页 PPT 都很漂亮。但坐在前排的财务李姐眉头却越皱越紧。接下来，我要说说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。赵凯切换到下一页，上面是一份员工绩效统计表。我花了1个星期时间，仔细研究了公司的运营数据。我发现，有些员工的工作效率实在是低得可怕。他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视了一圈。比如说，有的人每天准时上下班，看起来很忙，但我查了他的业务报表，1个月只有2、3个客户，业绩少得可怜。赵凯停顿了一下，更离谱的是，这样的人在公司待了好几年，工资还不低。空气突然变得凝重起来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说的是谁。你。赵凯突然抬起手，手指笔直地指向最后一排。我正在喝水，差点被呛到。对，就是你，坐在角落里的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赵凯看着手里的资料，林晨是吧？会议室里所有人都转过头看着我。我慢慢站起来，平静地说：“是我。”你这个月的业务报表呢？我在系统里没找到。赵凯的语气带着质问。赵总，我的工作是客户维护，不用写业务报表，
我如实回答。客户维护，赵凯冷笑了一声。我看了一下，你手里只有3个客户，对吧？业务部其他人都是10几个客户起步，你凭什么只管3个？因为我刚想解释。因为什么？赵凯打断我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你工作能力不行，所以只能管这么少。公司养着你，每个月发你7000块工资，就是让你来喝茶聊天的。这话说得很重，周围的同事们都低下了头，没人敢吭声。赵总，林晨他小张想替我说话，被赵凯一个眼神制止了。我调查过，你在公司6年，没有升过职，没有加过薪，业绩表上一片空白。赵凯继续说，你知道公司为什么会请我来吗？就是因为有太多像你这样的冗余员工，拖累了整体效率。我握着水杯的手微微发紧，但脸上依然保持着平静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奇怪。我缓缓说道，赵总来了才1个星期，就能把公司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。1个星期够了，赵凯自信地说，数据不会说谎。你手里的3个客户，华泰集团、永昌贸易，还有金鼎实业，对吧？我查了，这3家的月均订单量加起来，还不如其他业务员1个人的业绩。财务李姐猛地站起来，赵总，您可能理解错了。李姐，让他说完。我冲他摇摇头，示意他坐下。我没理解错什么。赵凯把 PPT 切到下一页，上面是一张业绩对比表。你看，小张上个月的业绩是85万，小陈是72万，就连刚入职半年的小刘都有40万。而你，林晨，你的3个客户加起来才多少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在他的那张表上，确实看不出我的价值。华泰集团、永昌贸易、金鼎实业这3家公司的订单确实不多，但那是因为他们是大客户，订单周期长，一单就能顶别人半年的量。我今天把话说清楚，公司从现在开始要变革，要提高效率，要淘汰末位。赵凯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。我会用3个月时间，把所有不合格的员工清理出去。这句话一出，整个会议室都炸了，大家窃窃私语，有人脸色发白，有人开始担心自己的位置。我却异常冷静，因为我知道这场会议还没完。果然，赵凯接着说，为了让大家看清现实，也为了树立榜样，我决定现在就做出第1个决定。他转过身，目光锁定在我身上。林晨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。立刻收拾东西离开。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我放下手里的水杯，慢慢站起身。周围的同事们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有同情，有无奈，还有几个平时关系好的，眼眶都红了。林哥，小张哑着嗓子叫了我一声。我朝他笑了笑，没说话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等等，赵凯突然叫住我。我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林晨，你在公司待了6年，好歹也是老员工了。赵凯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讽刺，总得让大家知道，你这6年到底负责什么工作吧？别让同事们觉得我无缘无故开除你。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。我转过半个身，看了一眼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小张、小陈、李姐、老王这些人，有的跟我共事了6年，有的是后来才进公司的。他们都在等我说话，等我为自己辩解。
但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淡淡的丢下一句：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议室，身后传来一阵哗然。这什么意思？他这是默认了？林晨平时不是这样的人啊！我没有停下脚步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经过那些熟悉的工位，我回到自己的角落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，桌上的保温杯，抽屉里的茶叶，还有几支笔，几个笔记本。6年的时间，我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少得可怜。林哥，小张追了出来，你别走啊！我去跟赵总求情，他肯定是不了解情况。不用，我把保温杯装进背包，该做的我都做完了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好好干，公司会越来越好的。小张眼眶红了，林哥，华泰那边怎么办？王总监的电话我们谁都不敢接。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背起包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待了6年的地方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照在那些忙碌的人身上，一切都那么熟悉，又那么陌生。电梯门打开，我走了进去，按下1楼的按钮，电梯缓缓下降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找到华泰集团王总监的聊天窗口，打了一行字：王总，我从公司离职了。但您放心，下个月的订单我会跟进到底，保证按时交付。发送。又打开永昌贸易李总的聊天窗口：李总，我今天离职了。不过咱们那个项目我会继续负责，不会影响进度。发送。金鼎实业的张经理：张哥，跟你说个事，我今天被公司开除了。但那批货的质检报告我会继续跟进，你放心。发送。3条消息发完，手机立刻响了，是王总监打来的。小林，怎么回事？公司把你开了？新来的总经理想优化人员结构，我平静地说。优化个屁！王总监在电话里骂了一句。他知道你是谁吗？知道华泰为什么一直跟你们公司合作吗？就是因为有你在。王总，您别生气，我安抚道，订单的事您放心，我答应的一定做到。你现在在哪？我马上过去找你。不用，我在回家的路上。您该忙什么忙什么，咱们改天见。挂了电话，李总和张经理的电话也接连打来，我一一安抚好，然后关掉了手机。走出写字楼，中午的阳光刺眼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车水马龙，突然觉得有些恍惚。6年了，6年时间，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毕业生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些年，我没有升职，没有加薪，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。但我知道，我做的事情很重要，只是现在没人知道了。回到家，我给自己煮了碗面条。出租屋不大，一室一厅，50平米，每个月租金2800。这是我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房子，离公司地铁只要3站。不，现在应该说离原公司3站了。我边吃面边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存款还有10几万，够撑半年。这半年里，我得把华泰他们的订单跟进完，然后再找新工作。虽然被开除了，但我不能让客户失望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吃完面，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手头的工作。华泰的订单已经确认好了，生产排期也协调完了，接下来就是跟进生产进度、质检、物流。
永昌的项目还在进行中，需要每周跟他们开一次会。金鼎那边相对简单，只要质检报告出来，他们就会打款。我把这些事情一条一条列出来，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。虽然离开了公司，但这些工作我还得做完。不为别的，就为这6年来建立的信任。处理完工作，已经是下午4点。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手机震动了几下，是公司同事们发来的微信。小张，林哥，你还好吗？小陈，林哥，今天的事太突然了，我们都还没反应过来。李姐，小林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有什么需要跟姐说。我一一回复，放心，我没事。其实我确实没事。被开除虽然突然，但也不算意外。新领导上任，总要立威，我这种看起来可有可无的人，就成了最好的靶子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会做得这么绝，连一点余地都不留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您好，林晨吗？我是华泰集团的王总监。电话里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刚才那个电话没说完，我想跟你聊聊。王总，您说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想好，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再说。那正好，王总监笑了，我们公司正在筹建客户关系部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负责。你有没有兴趣？我愣了一下，王总，您是说，就是字面意思。我跟老板提过你，他也很感兴趣。薪资待遇肯定比你原来的公司好，具体的咱们可以见面详谈。王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您的订单我还要跟进完，不能半途而废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声叹息：“小林啊，你这性子是好是坏我都说不清了。行吧，那等你忙完了，随时联系我。谢谢王总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突然有点想笑。被公司开除的当天，就有新工作送上门，这算不算因祸得福？晚上，我没有开灯，就这么坐在黑暗里。窗外是城市的灯火，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下都有不同的故事。手机又亮了，是老板娘王姐发来的消息：“小林，刚听说今天的事，你等我，我明天一回去就处理。”王姐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唯一知道我真正价值的人。她这2天因为家里有事请假了，没想到就这么一耽搁，出了这档子事。我回复：“王姐，您别担心，我没事。”怎么能没事？赵凯太过分了。王姐显然很生气。我明天就回去，你的事我会处理好。王姐，真的不用，我打字。既然他觉得公司不需要我，那我走就是了。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。王姐发来一段语音：“小林，你知道华泰那个单子有多重要吗？他们的300万订单是咱们今年第2季度的支柱，还有永昌和金鼎，这3家加起来占了公司全年营收的60%以上。”我没有回复。明天他就知道后悔了。王姐又发来一条：“你别急着找工作，等我消息。”我关掉手机，躺在床上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纹，从角落一直延伸到灯座，像一条蜿蜒的河流。6年前，我刚毕业的时候，就是王姐面试的我。那时候公司还很小，只有20几个人，在一栋老旧的写字楼里。小林，你愿意从基层做起吗？王姐当时问我。愿意，我点头。
工资不高，也没什么前途，但只要你踏实肯干，公司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就这样，我进了公司。第1年，我什么都做，跑业务、送货、做报表，甚至连打扫卫生都干过。那时候公司接的都是小单子，一个月能有10几万流水就算不错了。直到第2年，我遇到了华泰集团。那是一次行业展会，我代表公司去发宣传册。展会人很多，我站在公司的小展位前，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大企业展位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拿起我们的宣传册。我们是做工业配件的，我递上名片。那个人就是王总监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之所以会注意到我们公司，是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不推销的业务员。别人都往我手里塞资料，就你老老实实站在那，让我挺好奇的。就这样，我们建立了联系。一开始只是小单子，几千块的订单，但我每次都认真对待，从产品质量到交付时间，从售后服务到客户反馈，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。1年后，华泰成了我们的大客户，订单越来越大，从几万到几十万，再到现在的几百万。永昌和金鼎也是类似的情况，都是从小订单开始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信任。这些年，我没有去开拓新客户，就是把所有精力放在维护这3家上。别人觉得我业绩差，不上进，但只有我知道，维护好这3家，比开发10个新客户都重要。因为信任是最难建立，也最容易失去的东西。我就这么想着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被电话吵醒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喂，请问是林先生吗？对方声音很急促。是我，哪位？我是你原公司行政部的小刘。对方说，林先生，出事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了？华泰集团打电话来了，说如果今天联系不上你，他们就要取消订单。还有永昌和金鼎也都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。我看了眼时间，早上8点。我知道了，我说，林先生，能不能麻烦你小刘欲言又止？我会处理的，你别担心。挂了电话，我起床洗漱，刚刷完牙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赵凯打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林晨，你在哪？赵凯的声音听起来很愤怒。在家。你知不知道华泰集团要取消订单了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赵凯几乎是吼出来的。那你还不赶紧回来处理？赵总，您昨天不是已经开除我了吗？我平静地说，我现在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赵凯被噎住了。不过您放心，华泰的订单我会负责到底，不会让公司有损失。我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手机又响了，我直接关机。我不是故意要为难谁，只是昨天那一幕实在太伤人了。当着全公司的面，把一个工作了6年的员工赶出去，连一点体面都不给。既然他觉得我可有可无，那现在就让他看看我到底有多重要。我换上衣服，出门买了早餐，然后去了附近的咖啡馆，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，点了杯美式咖啡，打开电脑。邮箱里已经躺着10几封未读邮件，都是公司同事发来的。小张，林哥，赵总要我接手华泰的订单，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对接，你能不能指点一下？小陈，林哥，
永昌的李总打电话来骂我，说我不专业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还有其他几个同事的求助邮件，每一封都透着焦急。我没有立刻回复，而是先给王总监发了个消息：王总，早上好。王总监秒回：小林，你可算出现了。你们公司一大早打了3个电话给我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我就想问你，那个新来的总经理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王总监显然很生气，把你开了，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来对接我，他以为华泰是什么？路边摊吗？王总，您消消气，我打字，订单的事您放心，我会继续跟进。我不是担心订单的问题，王总监说，我是替你不值。你在那公司待了6年，他们就这么对你？我笑了笑，虽然他看不见，都过去了。过去个屁！王总监又骂了一句：小林，你听着，如果你们公司不把这事处理好，别说这个月的300万订单，以后华泰跟他们的合作也到此为止。王总，您别冲动。我不是冲动，我是认真的。王总监说，这些年跟你合作，我从来没操过心，质量、交期、售后，你样样都做得完美。我凭什么要换一个不靠谱的人？聊了几句，我挂掉微信语音，然后给永昌的李总和金鼎的张经理也分别发了消息，安抚好他们的情绪。做完这些，已经是上午10点。我点开小张发来的邮件，仔细回复了华泰订单的对接细节，从产品规格到交付流程，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。其他同事的邮件我也一一回复，能帮的都帮。毕竟我跟公司有矛盾，但跟这些同事没有。中午，我在咖啡馆随便吃了个三明治，刚吃完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王姐打来的。小林，王姐的声音听起来很急，你现在在哪？在外面。你知不知道公司这边乱成什么样了？王姐说，华泰、永昌、金鼎3家客户全部打电话来，指明要找你。赵凯一个头2个大，现在整个办公室都在开紧急会议。我沉默了一下，王姐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知道。王姐叹了口气，都怪我，这2天家里出事，没在公司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怪您。你听我说，王姐的语气变得严肃，下午2点，你来公司一趟。我已经跟赵凯说了，必须当面跟你道歉，而且你的工作要恢复。王姐，听我的。王姐打断我，小林，公司离不开你，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明白了。你回来，工资翻倍，职位也给你升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街景。天气很好，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王姐，给我点时间考虑，好吗？我说。王姐沉默了几秒，行，那你先考虑。但小林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华泰那边的单子，你一定要帮公司稳住。这个您放心，我答应的事一定做到。挂了王姐的电话，我一个人在咖啡馆坐了很久。周围的人来来往往，有西装革履的白领，有带着电脑埋头工作的自由职业者，还有情侣在角落里窃窃私语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每个人都在为各自的目标奔忙。而我6年来第一次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。是回公司吗？王姐开出的条件很好，工资翻倍
升职加薪。但昨天那一幕，赵凯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，那种感觉不是钱能弥补的。可如果不回去呢？华泰他们的订单怎么办？公司会不会真的失去这些客户？那些跟我共事多年的同事会不会因此受到牵连？我拿起咖啡杯，发现已经凉了。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续杯，我摇摇头，起身离开了咖啡馆。我回复不用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小张又发来消息，林哥，求你了，公司真的乱套了。华泰的王总监说，如果今天见不到你，他就要来公司找你。永昌的李总也发了最后通牒，说如果明天之前没有你的消息，就终止合作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些客户是我6年来一点一点维护起来的，他们信任的不是公司，是我这个人。现在公司遇到了麻烦，我真的能袖手旁观吗？我想起第一次见王总监的时候，那天展会结束已经是傍晚了，我一个人留在展位上整理资料，王总监突然又走了回来。小林，还没走呢？他问我。快了，再收拾一下。挺认真的，王总监笑了笑。你们公司就你一个人来参展？公司小，人手不够。老板对你挺放心的。我摇摇头，不是放心，是没办法。王总监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些探究。你刚毕业吧？是的，工作不到1年。那你知不知道做业务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诚信。不全对，王总监说，诚信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责任心。客户把订单交给你，不只是交给你一个人，而是交给你背后的整个团队、整个公司。如果你有责任心，就会想办法协调各种资源，确保把事情做好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后来的6年，每一个订单，每一次交付，我都当成是对这句话的践行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赵凯亲自打来的。我接起电话：林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赵凯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你要钱还是要职位？开个条件吧。赵总，我不想怎么样。我平静地说，昨天你说我是冗余员工，说公司不需要我，我接受了。现在突然又要我回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赵凯顿了顿，我昨天确实考虑不周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总得想办法解决吧。解决？我笑了。赵总，你知道华泰这个客户是怎么来的吗？6年前，他们给我们下了第一个订单，3000块钱。那批货交付的时候出了点小问题，我自己掏钱给他们补发了一批，还赔了礼道了歉。就这样，一点一点，3000变3万，3万变30万，现在是300万。永昌的李总，他女儿要考大学的时候，是我陪着他一起研究志愿填报的。金鼎的张经理，他父亲生病住院，是我帮忙联系的专家。这些事情都不在业务报表里，不在绩效考核里。但这就是我这6年做的工作。我一口气说完。所以赵总，不是我想怎么样，是你觉得这些值不值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我明白了，赵凯最后说，那你说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回来？我没说我不回来，我说我只是需要时间考虑。华泰的订单我会继续跟进，这是我答应王总监的。但我自己的事，让我想清楚再说。好，我等你。赵凯说完，挂了电话。放下手机，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
傍晚时分，我接到了王总监的电话。小林，在哪呢？在外面。有空吗？出来喝一杯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好。我们约在公司附近的一家茶馆。王总监穿着休闲装，看起来比平时放松很多。小林，坐。他给我倒了杯茶。你受委屈了。王总，您别这么说，不是客气话。王总监认真地看着我。今天你们公司的人给我打了5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急。我苦笑。王总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不是为难你，我是替你出气。王总监端起茶杯。小林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跟你合作，我从来没担心过。你说能做到的事，就一定能做到。这种靠谱，在现在的商业环境里太难得了。王总，让我把话说完。王总监打断我：你们那个新总经理，我今天跟他通了电话。我直接告诉他，华泰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建立在对林晨的信任上。如果没有林晨，那就没有合作。我惊讶地看着他。我还告诉他，王总监继续说，如果他不知道怎么用人，华泰可以帮他培养。我建议他，让你做客户关系部的主管，专门负责大客户维护。王总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王总监笑了。我这么做不完全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华泰自己。我们需要一个靠谱的合作伙伴，而这个合作伙伴必须要有像你这样靠谱的人。我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茶水温热，带着淡淡的苦涩，又有回甘。王总，谢谢您。我说，但我还需要想想。想什么？想我到底要不要回去。我放下茶杯，说实话，昨天那一幕对我打击挺大的。6年了，我以为自己是公司的一份子，是团队的一员，结果到头来，在新领导眼里，我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冗余员工。所以你想离开？我不知道。我摇摇头。如果回去，每天面对那个当众羞辱我的人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若无其事。王总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小林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您说，你做这份工作是为了什么？我愣了一下。是为了哪个公司？为了哪个老板？还是为了我们这些客户？王总监看着我，或者说，你是为了你自己？我没有立刻回答。我给你讲个故事。王总监说，我刚进华泰的时候，也遇到过类似的事。当时的采购经理是个很难相处的人，总是找各种理由刁难我。有一次，他当着我的面把我的方案撕了，说我是他见过最没用的采购。后来呢？我问。后来我想通了。王总监笑了。我不是为他工作的，我是为华泰工作的，更是为我自己工作的。他看不起我，是他的事，但我不能看不起自己。我用3年时间做出了业绩，证明了自己。那个经理呢？早就调走了，现在连名字我都记不清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小林，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。你做得这么好，凭什么要因为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而放弃？我沉默了很久。王总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我说，给我1晚上时间，明天我给您答复。好，我等你。离开茶馆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8点。街上华灯初上，城市的夜晚比白天更热闹。我一个人慢慢走着，脑子里反复想着王总监的话。他说的对，我不是为赵凯工作的，我是为自己工作的。6年来，
我兢兢业业，不是为了讨好谁，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无知而放弃？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李姐发来的消息：小林，王姐说了，明天不管你决定什么，公司都尊重你的选择。但她想让你知道，公司需要你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你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眼眶突然有点湿润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，可有可无，没什么存在感。但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有这么多人在乎我，认可我。我回复：谢谢李姐，明天见。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想起刚毕业时的迷茫，想起第一次拿到订单时的兴奋，想起6年来的点点滴滴，也想起了昨天会议室里赵凯那张傲慢的脸。但更多的是想起了那些客户，那些同事，那些在我需要的时候站出来的人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做出了决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换上了那套只在重要场合才穿的西装，擦亮了皮鞋，照了照镜子。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比平时精神多了。9点整，我站在了公司楼下，深吸一口气，我走进电梯，按下了12楼的按钮。电梯门打开，前台小妹看到我，惊讶地站了起来：林哥，你回来了。我点点头，赵总在吗？在会议室开会呢。我径直走向会议室，透过玻璃门，可以看到里面坐满了人。赵凯站在讲台上，脸色难看，正在说些什么。我推开门，所有人都转过头来，会议室瞬间安静了。凌晨，赵凯看到我，表情有些复杂。赵总，打扰一下，我说，我有话要说。你说。赵凯让开了讲台。我走到讲台中央，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：小张、小陈、李姐、老王，还有昨天看着我离开的所有人。首先，我要向大家道歉。我说，昨天的事让公司陷入了被动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林哥，不是你的错。小张想说什么，被我抬手制止了。让我说完，我深吸一口气。我在公司6年，一直做的是客户维护工作。华泰、永昌、金鼎这3家客户是公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这些年，我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维护他们上面，没有去开发新客户，也没有做出表面上好看的业绩。但我想说，维护客户不只是打电话、发邮件那么简单，他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，需要协调公司的资源，需要处理突发的问题，更需要长年累月的信任积累。我看向赵凯，赵总昨天说我是冗余员工，说我工作效率低下。我不怪您，因为您刚来，不了解情况。但我想告诉您，也想告诉在座的所有人，我做的工作可能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它对公司很重要。会议室里依然安静。今天早上，我给王总监打了电话，我继续说，我告诉他，我会继续负责华泰的订单，不会让他们失望。永昌和金鼎，我也一一联系了，他们都同意继续合作。但是我话锋一转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赵凯问。从今天起，我要调整工作方式。我说，我会继续负责这3家大客户，但我需要一个团队。我要培养几个助手，把我这些年的经验和方法教给他们，让更多人能够独立维护大客户。另外，我要求成立客户关系部，
专门负责重要客户的维护工作。这个部门直接向老板娘汇报，不受其他部门干涉。这番话说完，会议室里响起了窃窃私语。赵凯的脸色变了几变，最后说：“你的条件，我需要跟王姐商量。”不用商量了，门外传来王姐的声音。所有人都转过头，看到王姐走了进来。小林说的对，王姐说，公司确实需要一个专门的客户关系部。这个部门我同意成立，就由小林来负责。至于职位，就叫客户关系总监吧。王姐，赵凯想说什么？赵总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王姐的语气不容置疑。还有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你应该向小林道歉。会议室里又是一阵骚动。赵凯的脸色铁青，但最终他还是走到我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：“林晨，对不起，我昨天的做法太鲁莽了，是我不了解情况。”我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伸出手：“赵总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以后我们一起努力，把公司做得更好。”赵凯愣了一下，然后握住了我的手。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。散会后，同事们纷纷围过来：“林哥，太帅了！林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林哥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”我一一回应着大家的热情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。6年的坚持，6年的积累，今天终于有了回报。成立客户关系部的消息很快在公司传开了。我的工位从角落搬到了靠窗的位置，旁边给我配了3个助手，都是公司里比较细心稳重的年轻人。第一天上班，我把他们3个叫到一起。我们部门的工作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我说，简单在于，只要你用心，客户都能感受到；难在于，你要真的用心。3个年轻人认真地听着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我会把华泰、永昌、金鼎这3家客户的情况，一点一点交给你们。从他们的公司背景，到采购流程，到具体对接人的性格特点，我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们。但你们要记住一点，我顿了顿，客户信任的不是公司的名头，而是你这个人。所以你们要做的不是完成任务，而是建立信任。林总，怎样才能建立信任呢？其中一个叫小周的年轻人问。我想了想，首先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到，哪怕遇到困难，也要想办法解决，而不是找借口。其次，要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他们需要什么，担心什么，你都要比他们自己想得更清楚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认真地说，要真诚，不要把客户当成赚钱的工具，而是当成合作伙伴，当成朋友。只有你真心对待别人，别人才会真心对待你。3个年轻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我知道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但只要他们肯学，我就会耐心教。下午，我带着小周去拜访华泰集团。王总监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。小林，这是你的新助手。是的，王总，我介绍道，这是小周，以后会协助我负责华泰的订单。你好，你好。王总监跟小周握了握手，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小林，你总算是有帮手了。这些年把你累坏了吧？还好，习惯了。我们在王总监的办公室坐下，聊起了下个月的订单。小林，这次的订单有点特殊，王总监说，我们需要提前2周交付，
而且有几个产品的规格要调整，你看能不能安排？提前2周。我皱了皱眉，王总，能说说为什么这么急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接了一个大项目，对方要求提前完工。如果我们能按时交付，后续还有更大的订单。我想了想，王总，提前2周不是不行，但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生产排期本来就很紧，要提前的话，可能需要加班赶工，成本会增加。第二，规格调整需要重新打样，这又要花时间。成本的事好说，我们可以多付一些。王总监说，关键是时间。这样吧，我说，我回去跟生产部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把其他订单往后挪一挪，优先安排华泰的。至于打样，我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完成。但王总，我需要您配合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规格调整的具体要求，您能不能今天就给我？越详细越好。没问题。王总监立刻让助理拿来了技术文件。我接过文件，仔细翻看了一遍，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要点。王总，这几个地方我有些疑问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我们就技术细节进行了详细的讨论。小周在旁边认真地记着笔记，不时问几个问题。离开华泰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林总，您真厉害。小周在车上说，那些技术问题我完全听不懂，但您都能回答上来。我笑了笑，这都是这些年积累的经验。你慢慢学，以后也能做到。可是小周犹豫了一下，我觉得自己笨笨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学会。傻话，我说，做客户维护最重要的不是聪明，而是用心。只要你愿意花时间，愿意动脑子，没有什么学不会的。回到公司，我立刻去找了生产部的老李。李哥，又要麻烦您了。我递上1盒香烟。老李笑着接过。小林，你这是又要提前交货？没办法，华泰那边有急事，我把情况说了一遍，您看能不能帮帮忙？老李翻了翻排产表，皱着眉头说，小林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现在太紧张了。你要提前2周，我得把3个订单往后挪，这些客户那边我不好交代啊。李哥，我知道您难做。我说，这样吧，那3个客户我亲自去沟通，保证他们不会有意见。另外，加班的费用我来协调，一定让兄弟们满意。老李看着我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小林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每次提要求都会替我们着想的人。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李哥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。老李笑了。很多人只知道催货，哪管生产部有多辛苦。你倒好，每次都想着怎么让我们少为难。就冲这一点，你的事我一定帮。谢谢李哥。别谢我。老李说，我们是一个公司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不过小林，这次提前交货，兄弟们确实要辛苦一些。你那边？李哥您放心，我跟财务说，这批订单的加班费按双倍算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处理完生产的事，我又去找了技术部，商量打样的事。技术部的工程师听说是华泰的订单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优先处理。忙完这些，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办公室里还亮着几盏灯，都是客户关系部的年轻人在加班。你们怎么还不下班？我走过去问。林总，我们在整理客户资料。小周说，您说要了解客户的背景，我们就把华泰、永昌、金鼎的资料
都找出来了。我看了看他们整理的文件，很详细，包括公司简介、业务范围、主要负责人、历史订单记录等等。做得不错，我说，但还不够。还不够，几个年轻人有些惊讶。你们整理的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，我说，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。比如说，华泰为什么会选择我们？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？王总监是什么样的人？他的决策风格是怎样的？我打开电脑，给他们看我这些年积累的笔记。你们看，这是我6年来记录的客户细节。王总监喜欢喝铁观音，他女儿在上大学，学的是计算机专业。他每年3月会去体检，所以那段时间不要安排太多会议。他对质量要求特别严格，但只要你做得好，他也会非常认可你。3个年轻人看着密密麻麻的笔记，眼里满是惊讶。这些细节才是建立信任的关键。我说，客户不是机器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。只有你把他们当成人来对待，他们才会把你当成朋友。林总，我们明白了，小周认真地说，我们会好好学的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我关掉电脑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。送走了3个年轻人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又待了一会儿。窗外是城市的夜景，万家灯火，璀璨夺目。我想起6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也是这样，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，为了一个小小的订单而焦虑。现在，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不再是角落里的隐形人，而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，一个被认可的人。这条路走得很辛苦，但值得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客户关系部运转得很顺利，华泰的订单按时交付了，王总监很满意，立刻下了新的订单，金额比上次还要大。永昌那边也传来好消息，他们拿下了一个大项目，需要我们提供长期供货。金鼎更是直接跟我们签了年度合作协议。公司的业绩稳步上升，所有人都很开心。赵凯找到我，态度比之前客气多了。林总，华泰那边还有什么需求吗？公司全力配合。暂时没有，都很顺利。我说，那就好。赵凯顿了顿，林总，上次的事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当时太急于立威了，没有真正了解公司的情况。赵总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说，现在大家一起努力，把公司做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赵凯点点头，林总，你是个很大度的人。说实话，换成别人，可能早就记恨我了。我笑了笑，记恨有什么用？又不能改变什么，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做事上。这番对话之后，赵凯对我更加尊重了。他开始主动向我请教客户管理的经验，我也毫无保留地分享。慢慢的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对立变成了合作，甚至还建立了某种默契。3个月后，公司召开了季度总结大会。王姐在会上公布了业绩数据，第2季度，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35%，其中客户关系部贡献了60%的业绩。这个成绩离不开林总和他团队的努力。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接下来，有请林总分享一下经验。王姐看向我，我站起来，走到讲台中央，看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，我说，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就是4个字：用心做事。很多人觉得做业务就是签单子、
拿提成。但我认为，做业务更重要的是做人。你怎么对待客户，客户就会怎么对待你。你真诚，客户也会真诚；你负责，客户也会信任你。这些年，我服务的客户不多，只有3家，但这3家都成了公司最稳定的合作伙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朋友，而不是客户。我关心他们的需求，也关心他们的困难。我尽力帮他们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只想着从他们身上赚钱。所以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特别是年轻的同事们，做业务不要急功近利。客户关系是慢慢积累的，信任是一点一点建立的。可能今天你花了很多时间，看不到什么回报，但只要你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我说完，会议室里又响起了掌声。散会后，很多同事过来跟我交流。有人问我怎么处理客户投诉，有人问我怎么协调内部资源，还有人问我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。我一一回答，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出去。傍晚，王姐把我叫到办公室。小林，坐。她给我倒了杯茶。公司准备给你加薪，月薪提到15000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王姐，太多了，我有些受宠若惊。不多，王姐笑着说，你现在是部门总监，带着团队为公司创造了这么大的价值，这个薪资是你应得的。谢谢王姐。另外，王姐说，公司决定把客户关系部扩大，再招2个人。你看有什么要求吗？我想了想，王姐，我希望招一些踏实肯干的人，学历可以不高，经验可以不足，但一定要有责任心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王姐点点头。还有件事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您说。公司打算开拓海外市场，需要有经验的人带队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我愣了一下，王姐，我没有做过海外业务。没关系，可以学。王姐说，而且我觉得你这种做事风格特别适合开拓新市场。你愿意试试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王姐，给我点时间考虑，好吗？当然可以。王姐说，你不用急着回答，慢慢想。离开王姐的办公室，我一个人站在走廊的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6年了，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员工，成长为部门总监。现在又有了新的机会摆在面前。这一路走来，有过委屈，有过迷茫，但更多的是收获和成长。我拿出手机，翻看着这些年拍的照片。有跟客户的合影，有公司聚餐的照片，还有那些加班到深夜的办公室。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回忆，一个故事。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王总监打来的。小林，在忙吗？没有，王总。出来喝一杯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好啊，我们还是约在那家茶馆。王总监看起来心情很好，一见面就说：“小林，恭喜你啊，听说升职加薪了。”消息真灵通，我笑着说：“那当然，你可是我们华泰的重点合作伙伴。”王总监给我倒了杯茶，说正事：“我今天找你，是想邀请你加入华泰。”加入华泰？我惊讶地看着他。对，王总监认真地说，公司准备成立客户服务中心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负责。老板让我问问你，有没有兴趣过来？王总，您这……别急着拒绝。王总监说，条件肯定比你现在的公司好，月薪2万起，
还有年终奖和股权激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个很好的平台，能学到更多东西。我沉默了。小林，你考虑一下吧。王总监说，我知道你对现在的公司有感情，但人往高处走，这个道理你懂的。王总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我说，但我暂时还没有跳槽的打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还没做完。我说，客户关系部才成立3个月，很多东西还不成熟。我想把这个部门带起来，把经验传给年轻人，让他们能够独当一面。王总监看着我，眼里有些欣赏。小林，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但你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。王总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说，但对我来说，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。等客户关系不稳定了，我再考虑其他的事情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不勉强。王总监笑了，但我的 offer 永远有效，随时欢迎你。谢谢王总。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想着今天发生的事。王姐提议让我开拓海外市场，王总监邀请我加入华泰，这都是很好的机会。但我现在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，我变得更加谨慎了。我不想为了一时的诱惑而放弃现在的积累。第2天，我照常去公司。刚到办公室，就看到小周他们已经在工作了。林总，早上好，他们齐声打招呼。早上好，我笑着说，这么早就来了？习惯了，小周说，我们在整理上个月的客户反馈，发现了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几个客户反映，交付时间有时候会延迟1、2天。虽然不是大问题，但客户还是有些不满意。这个确实需要改进。我说，这样吧，你们统计一下延迟的原因，看看是生产环节的问题，还是物流环节的问题，然后我们想办法解决。好的，林总。看着这些年轻人认真工作的样子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我还不想离开。因为这里有我的责任，有我的使命。我不能把一个刚起步的团队扔下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中午，我接到了赵凯的电话。林总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您说。公司最近接到几个新客户的咨询，都是大单子。我想问问你，客户关系部能不能接下这些客户？我想了想，赵总，能说说具体情况吗？是这样的，有3家客户，分别是赵凯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。我听完说，赵总，说实话，这3家客户我们现在接不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手不够。我解释道，客户关系部现在只有4个人，维护华泰、永昌、金鼎这3家已经很吃力了。如果再接新客户，服务质量肯定会下降。那怎么办？2个办法，我说，第一，增加人手，招聘更多的客户关系专员。第二，让业务部先接触这些客户，等我们这边准备好了，再转到客户关系部来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赵凯说，人手的事我会跟王姐商量，尽快招人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有些感慨。赵凯现在做事跟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他学会了尊重专业意见，学会了沟通协商，这是一个好的变化。也许当初那场冲突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成长。下午，我带着小周去拜访永昌贸易。李总见到我们很热情。小林，听说你升职了，
恭喜恭喜！谢谢李总，我说，这是我的助手小周，以后会协助我负责永昌的业务。好好好，年轻有为啊！李总拍了拍小周的肩膀，跟着小林好好学，他可是我见过最靠谱的业务。我们在李总的办公室坐下，聊起了新项目的进展。小林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。李总说：“您说。”是这样的，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项目，需要一批特殊规格的配件。国内几家供应商都说做不了，我想问问你们公司能不能试试？什么样的规格？李总拿出图纸，我仔细看了一遍，确实比较特殊。李总，这个我们可能也做不了。我如实说，但我可以帮您问问其他供应商，看看有没有能做的。那太感谢了，李总说。小林，你这个人就是实在，别人都是能做的说能做，不能做的也说能做，就你不行就是不行，从不骗人。做生意嘛，诚信最重要。我说，我不能为了接单子就做虚假承诺，那样不仅害了客户，也害了自己。说得好，李总竖起大拇指，所以我才一直信任你。离开永昌，小周在车上问我：“林总，刚才那个单子，如果我们接下来，不是能赚一笔吗？为什么要推掉？”因为做不了，我说。可是我们可以试试啊，万一做成了呢？万一做不成呢？我反问。那时候怎么跟客户交代？一次失信，以后就很难再建立信任了。我明白了，小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小周，记住一点，我说，做客户关系最重要的不是签多少单子，而是建立多少信任。有了信任，单子自然会来；没有信任，再多的单子也留不住。林总，我会记住的。回到公司，我给几个同行的朋友打了电话，询问那批特殊配件的情况。最后找到一家能做的工厂，我立刻把联系方式发给了李总。李总回复：“小林，你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”我笑了笑，没多说什么。帮客户解决问题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的原则。不管能不能从中获利，只要是对的事，我就会去做。傍晚，王姐又找到我：“小林，海外市场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王姐，我想等客户关系部更稳定一些再说。我说，现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我怕分身乏术。我明白你的顾虑，王姐说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先不急着开拓海外市场，你专心把客户关系部做好，等时机成熟了再说。谢谢王姐。不用谢，王姐笑着说，小林，公司能有今天，你功不可没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王姐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啊，就是太谦虚了。王姐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好好干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又一个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，看着窗外的城市，我想起了6年前的自己，那个青涩的毕业生，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这家公司，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现在6年过去了，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这条路走得不容易，但我无悔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步都算数，每一份努力都有意义。而我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